今天我这一辆是一个2022年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然后是 V 线性的，所以你看到我的这个仪表哦，它是一个有半边的液晶仪表啊。哦，哇哦 ，Remap 了，放一个 Sport Mode， 踩弯。Not bad 哦，声音。Well， 哎，又是 Honda City Hatchback 哦。我这个频道好像拍了都是 City 没有错哈，有短尾的，有长尾的，有 Hybrid 的，有 Non Hybrid 的。然后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拍这代 City 的时候呢，它是一个 RS 版本，它是 Hybrid 的，然后它有做过 Remap， 然后我也是上过山了的。但是那个是长尾啦。可是今天这辆车的车主呢，已经在1年前约过了我的，那时候他讲他去做 Remap。经过1年后的今天，哎，终于想起了，哎，我们好像还没有约到我们要去拍摄的哦。所以好了，我们今天就来再一次试驾这个 Honda City GN， 而且还有做过一些改装啦。来，我们介绍一下车主，他叫伟明哈。Hello， 大家好。这个是多少年的车啊？这个是2022年的，2年车。2年车啊，2年车。这样了咯，所以没有 warranty 了咯。没有 warranty 了，一出厂我就没有 warranty 了，暂时是没有什么问题啦。想问一样啦，你这辆车有 claim 过那 steering rack 吗？暂时还没有。哦，这样还是很幸运的那一个。那我们去看一下你的车到底改了什么，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这一集呢，这个影片就会上一下云顶，我们试驾一下，然后有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那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还有我的名字叫 Adrian， 我忘记跟你们讲。OK， 好了，我们继续看车，Let's go。其实一推出了 Honda City Hatchback 哦，我是觉得很好看，真的，因为它的屁股关系，而且它尾灯哦，跟那个圣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是真的是 lowered 了，然后换过 rim 啊、body kit 那些啊，真的是很好看，有一点小 A45的感觉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2辆是一样的 Hatchback， 可以介绍你的车改了什么东西吗？你讲改就没有改啊，只是升级了一些部件啊。轮毂的话，我是用 Rexer 的 RP10X， 哇，这个真的百搭很多车一下的哦。卡钳的话，我是用 InSpeed 的卡钳。哦 ，4 port 的 caliper 啦，然后那个盘有多大这样子？盘的话是302mm， 避震的话，我现在暂时用这个是 BCBR， 这个新的要5000多块哈。我买的时候比较便宜，4500。说它是可以调硬软的哈。对，Hello Soft 啦，暂时前面是一指的关系啊，然后后面是一指半啊。它的轮胎是用的205 60R16 Hankook 的 Ventus Prime 3的这个轮胎，后面就是大概一指半哦。对，一指半，也是一样 Ventus Prime 316寸 CD。哦，你要买到 Hybrid 版本，它才有后面的刹车卡钳。这辆车是一个 Drum Brake 啦，外观上面就没有加太多的 Body Kit， 只是加了一个前面的前唇 Lips， 对，然后后面的这些什么尾翼啊，都是原装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钥匙，哎呀，不小心拿到 Proton 的钥匙了，这个，喂，哇，又是这种套，很好看啊 ，Nintendo。所以你看它的尾灯多好看。我欣赏的一点啊，就是车真的是空空如也，我很喜欢。没有东西的，空的，
然后后面呢，这里呢就是可以调 BCBR 的硬软。OK， 所以要把那个盖拿掉，难看是难看一点，但是它随时啊要硬软都可以。对，所以它是32个 step， 你是调多硬多软后面？现在后面暂时是20，然后前面我是放到18。其实 BCBR 的厉害是它可以软很软，硬也是非常硬。对，就什么气氛灯都没有了，都是原装的哈。我们去看一下引擎到底改了什么哈。引擎方面，我就拿过去给我的朋友改了。OK， 我已经加大了里面的 piston， 然后 control 全部都换到完，然后现在暂时是从4缸变去3缸，然后现在我的车不再是1.5cc 的车了，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2.8cc 了。好，看一下，还是一样原装，我没有动过什么东西 ，plug coil、plug 全部都还没有换过，只是加装了一个 Ultra Racing 的 bar， 前面后面换了一个 Works Engineering 的 drop-in filter， 大致上其他都是原装。CVT 方面我就加了一个 Forge 牌子的 CVT cooler， 所以这具引擎还是一个原装的1.5公升的自然吸气，它的代号为 L15Z， 它有121匹马力，还有145个牛顿米，配搭的一个 CVT 的5段变速箱 ，remap 过了哈，这个对，虽然 TN remap 并没有业配我啦，但是这辆车是他们做的啦，对，所以它是没有上过 dyno 机，只是插个 OBD， 然后 flash 个 mapping 下去。OK 啦，所以大概 on wheel 多少匹马力我们不知道啦。降过一次的一个 CD 长尾的，它 remap 过 on wheel 大概125匹左右了，它 remap 没有？哦，左右啦。排气管方面，它是整条从铁的换了这个 stainless steel， 对，就 down pipe、front pipe、bullet， 然后 straight flow。stainless steel 到完了。对 ，stainless steel。还有一点忘记跟你们讲，这辆车重了一点了，就是很明显。这个车做了隔音，所以为什么开关门的话都比较扎实了一点。顶上有做吗？有，也是做啊。对，Fender 那些 Fender 就没有，Fender 轮胎这些就没有。我也是有加装了防风条，所以就它的风声就会比较小一点。会有明显吗？这个等下上车试试看，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明显啦。OK， 这样话不多说，我们去上山试驾了。Let's go。我想要换去 tachometer 就好了，不要看太多东西，就看转速表。然后我们就 G-force 都可以看哦 ，AC off， 开大一点风。我们开一下窗，听一下它的 exhaust 声音。然后这辆车其实是有一点 bubble sound 的，因为它 repair 之后呢，它虽然是没有做那个 bomb bang 那种大声，它是一个那种 bubble sound， 在高转的时候你放开油门的时候就会有了的哈。那我们现在就2辆 Honda City Hatchback， 我们上山了。换给他。我要有时候驾 CVT 哦，就是想要就是有点模拟换挡这样子的一种乐趣。可是如果它的这个 CD 啊的 CVT 啊，能够做到像Toyota那个，就是它一升档的时候，它就直接掰掉那种感觉，就有点就比较好听一点。没事，你拉爆它，我换个手牙。哇老嘿嘿。换 K24而已，换个手呀！你知不知道泰国他们跑 Drag Race 啊？这个 City Hatchback 他们下 K24 Turbo 嘛？我知道啊，换老那个。OK， 这辆车是有一个 Luffy 表，可以看 CVT 的温度，现在我们是86度啦。现在这辆车有 CVT cooler， 所以还是比较低转的。试一下第一个 brake， 它的 brake 是可以，可是要踩比较深哈。今天地上是滑了，属于滑的状态。体验。这个 BCBR 这个 rebound 啊是很棒的。当你驾高速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 BCBR 是很舒服啊。而且伟明有跟我讲，他其实换了第三套adjustable了。之前是用过 Floster 啊、F-Tune 啊，最后一个就换到了 BCBR， 而且他们价钱跟这个差不多，是差不多5000块以内的预算。所以虽然我没有业配，可是我自己本身是用这个 BCBR， 所以我跟你讲，可以 try 一下 BCBR 的滑了，可以 try 一下 BCBR 的，不错了。就是这个那种 bubble cracker 烧啊 ，bubble 这样子。哎，这个刚刚在山底停着那辆Persona是吧？对。
这个弯有油哦，摩托跌倒。摩托跌倒。对，刚好我过那个弯，因为就是因为有油，摩托跌倒，然后造成我们那个弯滑出去，幸好没有很快。我相信你的技术。技术没有用啊，地上滑有油就是有油啊。伟明，你这个车 rebuild 了之后啊，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跟之前？我觉得在于它的速度上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 daily drive 的话，你会觉得比较 smooth 啊，它没有这样 chock 啊。尤其是低速那个 CVT 有那个 rubber band effect 就比较减少了啦。对。是推着出去的。所以那些 throttle response 那些有比较敏感了一点的哈。对。基本上每一个弯都是踩着油过的时候，就是推脱出去啊，地上。因为可能地上比较滑的关系，然后加上可能我轮胎也没有那么好，用什么轮胎都一样，都会。其实 hatchback 跟起升档来比哈，hatchback 还是有优势的。过弯的时候少了一点屁股那种负担，虽然没有讲差太远，可是当你做这种 S 弯的时候，你就很明显发现到了。它还是比较好驾，我觉得。这种它的左右回馈比较快反应。这个 brake 是很有力道了，不错不错 ，4 port 就是4 port。等一下，你的朋友先。CVT 来到这边已经是109度了的啦哈，所以啊，之前我驾过一个 Artis 啊，那个也是 CVT 的 ，OK，我上到顶差不多120多 ，CVFC 1.8没有 CVT cooler 的情况下上到顶是差不多135。我原装的话没有 CVT cooler 的话，再买 remap 我上到来这里啦，应该到120了，120了的，对这边啊。如果以你刚刚这样子加上来的话，现在加上天气又冷静好了哦 ，OK， 有一个 FD 度来了，我给它过先，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如果它 lap 的话呢，我们听一下它声音，没有 lap， 可惜。加多4000块买 V Sensing 是不是？对 ，V Sensing 就有这个仪表。是好看一点啦，真的啦，比较有质感一点。而且你们注意看它的那个油表啊，它是 3D 的它做出来的。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啦，坦白说。加多4000块了哦，对，用这个。虽然我把 V Sensing 关掉了，它的自动刹车那些我全部关掉，因为我们要上山嘛。买 V Sensing 不是要它的 sensor， 而是要它的 meter。啊，这是真的。对，你没有理由你去找 Halfcut 改出来嘛。对。
个 bubble sound， 幸好是 bubble sound， 要不然那种 Port and Bank 是会吓到的那种啊，我自己都会吓到。而且讲真的 ，Port and Bank 我觉得是比较伤车啦，所以我就没有想要去做那种啊。模拟我就是要换挡，我就是要当它是 AT 来驾。对哟，整条路好像淹水一样哦，没有啦，是是哦，整条路。看，刚刚 Motor Traction 有亮灯吗？它的屁股是刚刚会有触了一下的，紧张哦，是蛮好驾的，是蛮爽的，蛮爽，可是很，你看，它又来了，推得出了啊，不同的体验啊，其实刚刚是有一点半干半湿的状态，对，现在是完全湿的状态啊，湿的状态。所以哦，你后面有一粒轮胎是不一样啊。对，那个是什么轮胎啊？那一粒？它只是给我一粒很普通的轮胎。哦，对，撞爆了哈。对，所以其实 Rexer 的好就是你撞爆一粒那个轮毂啊，还可以去跟他买那一粒的，可以跟他买。对，可以跟他买回那一粒，不用买整 set， 不用买整 set， 你买那一粒就可以了。只是刚好轮胎方面是没有货的关系啦。啊，是咯，对。这个地上很滑，这个地上，哦，来了，大概要知道它的速度可以到哪里去，不能太快啊，这种。对。来那个屁股，它是要甩出去的感觉。torsion beam。有时候轮胎不一样，会有那个影响到啦，影响到它的屁股啊，就比较没有这样听话咯。对。我上到来这边 CVT 107，跌了一点，比较冷啊，比较冷，撞水啊。对。我也是很怕前面那个屁股滑出去，其实因为这样讲啊，我们这种 B segment 的车屁股会偏轻一点哈，又是多生病哦，所以就要小心驾。来看。哇塞，是不是撞到了？对，跌下去了。哦。你看，大家都一起滑。Oh my god， 真的超滑的嘞！辛苦哦，驾到。比较紧张。又在滑了推头啊，所以他可以感觉得到啦，至少我可以 feel 到它到底是不是没有抓地力了。对。所以其实驾车是很重要的嘛，这个给你的 feedback。对，一辆车的 feedback 也是很重要。对。如果麻木的，真的是我也不懂了。可是我刚刚有发现到好像 traction 没有出来。是哦，是不是？推头它不会有哦。那我试看啊。没有哦。没有啊。刚刚有抓一下这样那个轮。这个时候驾后轮车的是比较提心吊胆。这个很容易推头啊，这个你看。其实它的屁股比较不听话嘞，可能那个轮胎关系。对，所以每次我一推头了，那个尾巴就会甩一点出去，这样哦。对。
辆全原装。速度快哦，速度是快耶。我应该讲了很多次哈，这辆车跟 Vios 来比的话，那个动力肯定是这辆。其实我本身家里也是有一辆 Vios， 然后我觉得是真的有明显的分别。Vios 的动力没有这样猛。对。哦，你看我一踩这油过的时候就会推了，还是比较不听话。也不能太高转，太高转它力来得太快就滑了。所以你觉得这个 brake 怎样？这个 brake 是很刺的，可是要踩深一点。踩深一点。对对，我记得以前的 CD 是比较敏感的，头段点一点点就有了，是不是？对。啊，然后这个变成它比较沉了下去，它比较沉下去一点。对对。亚莎啦，基本操作。OK， 很好一次体验了哈。因为今天早上原本是我早上起来看到卡拉44的时候，我想要跟伟平讲，你要不要考虑要换另外一天的时候，然后他已经还有15分钟就到了，够力啊！来点不一样的，给你的频道来点不一样的 video。其实我每次一下雨哦就不拍了。哦。然后就今天就反正你出门了啦，去走了。玩一下了，是不是？玩一下了，不要玩过头了，玩过火就真的是出事。这一集的重点其实不是 remake， 不是什么呀，我是很想要试 BCBR 嘛。在这个 CD， 他问我有没有试过，有试过 CD 装 BCBR 的吗？没有试过，可以 try 一下。可以 try 一下。因为我自己装了过后，我自己也觉得很不一样。它的 rebound 很舒服。对，好像你装一个马来西亚牌子那个什么 TW 配上1800、2000买到了吗？对，你再做一个 BCBR， 你就懂了它分别了。对。而且以我本身，我觉得我尝试过3个不同牌子的 adjustable， 我知道哪一个真的是很舒服啊。毕竟我们车也不是天天拿来跑，都是 daily drive 也会比较多。这样也是 daily drive 这个good。我的这个 CVT 124度，水温98，都不到100哎，水温。So 我们就来到了云顶上面，真的是冷啊哈。不错哦 ，BCBR good， 用过了就知道了啦。可能如果以干地，然后轮胎又好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更好啊。对 ，CD hatchback 很久没有动它了。如果你在 YouTube 里面搜索 Adron CD 啊，你可以看到很多 CD 出来啊，通常都是 GN 比较多，都是 CVT 啦。更可惜 Malaysia 是没有出手摇的。只是我很好奇哦，这款的这个改装潜能可以去到哪里去？可能有没有人换 L15B 啊？在马来西亚有没有人可能换一个 Civic 1.5那个Turbo啊，那个 FC L15B 7啊那种引擎下去有没有人做我不知道啦。这辆车还算是新的，所以如果讲正式改多的话还没有啦。我们就看一下，希望以后有人找我是有改过不错的啦。等我啊！爆了 engine 啊！等我拉爆这个 engine， 拉爆这个压箱，我会再 call 你的。如果你讲这样多 CVT 里面呢，我其实驾过最好的 CVT 是第1名啦，是 Subaru 的，钢带的那种啊，那个这样讲呢 ，WRX 300P 哦，你想一下它怎样承受呢？那个 CVT 真的是很棒，然后它换挡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像 DCT 的，而且绑定是非常的准确，而且快而准，降档的时候就直接毫不犹豫的就推不了。CVT 日常生活驾驶的确是不错的啦，它是很顺，你看
对，踩一个油，而且它不是走 clutch 的，它不像 Punch CVT 这样，所以你一踩油它就去了，转速它可以尽量维持有多低就多低，所以真的是日常生活驾驶很好啦。CD、Vios 跟Amira 这3个综合来讲啦，我会给 CD 啦，因为 CD 的那个驾驶啊、省油啊、动力它都给到你，空间也给到你。然后 Vios 第2名，Amira 第3名哈。可是最近哦，虽然不是同等级、同一个价位可以买到的车 ，Proton 杀出来了 ，S70来了，会让人家重新考虑要买车，到底要不要考虑那辆。所以那辆车我也是有做一集的这个 review 啦，试驾你们也去看我那个影片啦。S70这辆 CD Hatchback 哦，它是比Sedan贵一个1000块的哦。我会选它是因为后面的椅子啊是 Magic Seat 可以拉上来的，所以如果要载一个盆栽啊那些。很好，很好，很棒，很好。可是如果你经常载人的话，就比较建议拿Sedan啦，因为后面的头部空间呢，Sedan会比较好一点。这辆后面有一个莫名其妙一个 plastic 在那上面。对，而且椅子也会不一样，Sedan中间那个会比较平，像 Hatchback 的话，它是比较高出来的。所以它搞到这辆车 Hatchback 好像4个人坐的车这样啦。对，说到好像美诺声音是不是要这样啊？踩一下。就玩那个油门啊，嗡嗡嗡。好了 ，anyway 是非常感谢伟明的，就是那个时间，谢谢。终于我有冒冷汗哦。对，可是我刚刚也是有冒一下的。那我的车我手也会出汗的来的，够力啊！B 相信多少这些button哦 ，Home、Speed and Time， 还有一个 G meter 嘞。其实我刚刚应该开 G meter 给大家看，但是我还是要干净一点的，忘记选择这个给你啊。就这样啊，4000块。除了多了安全配备，还多了这个值了。还是要玩一下，忍不住，没事，试看踩一下。是，虽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没有，现在没有了。有一点。OK 啦，不会烦啦。OK 啦，可以啦，这个声音，开心就好。你看地上几次啊？可是我们还是上到来顶了。好了，如果这里有玩 CD 的朋友们呢，记得分享给你们朋友啊，不然你们认识车主吗？如果认识的话，赶快去 tag 他出来不了了。好了，这次又来一集的 CD Hatchback。拍了这个影片之后，应该是不拍 CD 了，够了。喜欢这个影片呢，记得点个赞了，各位。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啦，拜拜。